这是贵州安顺的黄果树瀑布，很多人认识它应该是从《西游记》里面的水帘洞开始。在景区，我们可以看到真假美猴王、唐僧师徒5人的塑像。或许你以为黄果树瀑布就是看一下大瀑布，显然这个理解是有偏差的。黄果树景区分为3个景点：陡坡塘、天心桥和大瀑布。每个景点呢都是值得一看的。建议大家要来黄果树旅游，需要安排1整天的时间，否则你有可能看不完3个景点。话不多说，现在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景区逛一逛吧。这是景区售票大厅，这里多说一句哈，除非你是医生、学生、军人等一些特殊身份，现场购票有优惠或免票以外，否则都应该提前网上购票，以免来到这里耽误时间。黄果树景区的通票是210元，包含大巴车、摆渡车的车费。买好票以后，穿过这片区域呢，即可上大巴车，坐车2公里就到达第1个景点。陡坡塘景区入口到了，需要下车的游客请携带好随身物品，有序下车。这里就是陡坡塘瀑布的入口了。进入景区步行约20分钟到达瀑布，是不是很熟悉？没错，这里就是86版《西游记》主题曲师徒4人牵马过河的取景地。陡坡塘瀑布宽约105米，真的是很宽很漂亮。这个景点来回路程加上拍照打卡耗时约2小时。看完瀑布后，折返到景区入口乘车到达下一个景点天心桥景区，车程约7公里。天心桥景区也是最费力气的一个景区，下车步行需要1个多小时走完单程。虽然游玩起来比较费腿啊，但我建议一定要来看。入景区要经过这一片迷宫般的石林，据说以前悟空啊经常带着小猴子到这儿来玩。峰峦叠翠，植被奇特，溶洞、石林、石壁、峡谷比比皆是，呈现出层次丰富的喀斯特山水风光。一路向前，过了天心桥，来到河边，这个是冒水潭，什么意思呢？地下有暗河冒出来形成的奇特景观，像是烧开的水一样，很是漂亮。一路沿河而下，大小的涌滩和瀑布真的不少。在一片轰隆声中啊，我们来到了最美的银莲坠潭瀑布。瀑布有10多米高，上面呈漏斗形，底部呢是槽状龙潭，河水流过河面隆起的石包，像千千万万条大大小小的银莲，缓缓坠入龙潭，水流汇聚在一起的那种磅礴气势，实属罕见，是天心桥景点最秀美的瀑布。看完最美瀑布啊，我们已经步行了1个多小时的路程，如果再折返的话会很累。好在可以在这里花10块钱坐缆车到达天心桥景区中段的高老庄，然后坐摆渡车返回景区入口，再坐大巴前往大瀑布。从天心桥到大瀑布的车程有7、8公里，观看大瀑布也是我们来黄果树的最终目的地。到达景区可以选择步行或者坐电梯下山，但我觉得没必要啊，因为步行呢也不远。为了避免走弯路，直接可以下到31的1号观景台，震撼的瀑布呈现在我们的眼前。我想跟大家说的是，溶洞和瀑布这一类的景观呀，现场感受远比看视频震撼得多。浏览瀑布的观景路线，可以先从1号观景台开始，然后依次到3号、6号、5号、2号的隧区拍照打卡，这样呢不会绕路。别问我为什么知道啊，导游那里悄悄听来的。如果黄果树只是瀑布，或许并没有那么出名。瀑布下隐藏着的一条134米长的水帘洞，拦腰横穿瀑布才是它的点睛之作，真是震撼无比啊！水帘洞内有
6个洞窗、5个洞厅、3股洞泉和6个通道组成。从水帘洞内观看大瀑布，令人惊心动魄。这么壮观的瀑布下还有水帘洞，在世界各地瀑布中也是非常罕见的。据记载，黄果树大瀑布的这种奇观成因可以追溯到2亿多年前的中山叠纪，真是让人叹为观止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呢，我在贵州黔东南思秉县的大山里，到这个山里面来寻找一个比较奇特的景观。那到底是什么呢？走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。那么现在我们要穿过这一片树林啊，我也不知道到底在哪儿，反正就是跟着这个森林里面走，应该也走不太远就能看得到啊。你看哈，咱们行走在这个山间的话，都是听到的这种自然的声音哈，也是赏心悦目。我呢也是第一次来这边哈，穿过这个森林应该就能看到啊，但是我也不清楚要走多远。哇，天哪，这里真的像原始森林呀！诶，就是这个吗？哇，太奇特了！你们看看，在这个山梁上啊，长出来的一个石笋，单独的，特别漂亮。哇，真的是惊艳啊！上面还长有2棵树枝。这一尊石柱呢，他们当地人把它称作一柱擎天，也就是剑指苍穹的意思哈。但是呢，我走到这里之后，我发现这一尊石头呢，更像一个石头人。你们从现在的视角看，是不是更像一个石头人？非常的形象。更加奇特的呢，是这一尊石头，它是屹立在这个山梁上的。这个山梁的2边呢，都是很深的一个沟壑。大家知道哈，我们贵州的很多喀斯的地貌呢，它是这个地下河或者说河流的冲刷下切之后呢，形成的这种沟壑。但是这一尊石头呢，其实它是在这个山梁之上的，大家可以看看哈，非常的薄啊。跟我的这个人的整个身体的宽度差不多，它的这个高度呢，应该有10多米哈。我是1.8米的这个高度，大家可以来这个对比一下。我走到这个位置之后呢，发现一个比较奇特的视角哈，我自己的感觉。大家看这个石头人的这个眼神是看向这个方向的，而我们在对面的一个方向上呢，仿佛也看到了一个女石头人的这个感觉哈。大家从这个顶部的视角去看一看，那么我感觉呢，他可能是和对方的这个女石头人呢是相爱的2个人，但是呢，他自己这边呢是势单力薄啊，而人家对面呢是庞大的一个家族。看看2边都是非常大的一个石笋，把中间这个人呢围在这个中间，这个石头人，可能他们2个人是非常相爱，但是迫于对面的这个家族非常的庞大，而中间呢又有这么一条鸿沟，把他们相爱的2个人呢挡在了这个山的2边，是不是比较形象哈？可能他们2个石头人呢是相爱了几千年，迫于这个对面的家族啊太庞大了不愿意让他们2个人在一起。你看对面的这个石头人是不是被庞大的一个家族围在了中间，不让他们2个相见，就相当于把牛郎织女隔开的这个感觉啊。而中间呢又有一道非常深的一个沟壑啊，这个石头人想要跨过去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艰难。那么久而久之呢，他们只能在这里相会，相互呢就化成了石头人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隔沟相望，对不对？这个呢就是我看到这里的一个感受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奇妙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讲解到这里哈。我们贵州呢是一个喀斯特地貌省份哈，有特别多的奇异景观，也欢迎大家呢到我们贵州来玩。咱们